嗨，大家好，我是李，欢迎来到频道。现在看到我房间很多衣服吗？是因为我们很久没有拍出国的影片了吧？所以明天我要和家人、跟我阿姨还有我的阿嬷，全部有18个人，我们会去坐邮轮。所以现在我在忙着收衣服。如果有看过我去年的影片，我是跟朋友一起去坐邮轮的，所以我们比较 free and easy 的玩法。也因为这次的邮轮之旅也带了很多长辈，所以我们规划的行程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就来看看我怎么带领17个人，加上我18个人，怎么玩翻加勒比邮轮6天5夜吧。那我们明天见。实际上1个月前，我已经安排大家在早上11点半登船，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充分享受船上的各种设施。这是我第一次带领那么多人一起坐邮轮。目前的心情充满了兴奋和一些忐忑。我感到忐忑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确定阿姨们对于这次的邮轮之旅有多高的期望，以及在这6天5夜的行程中，他们是否能够度过快乐的时光。我们的结合点就是在滨海湾邮轮中心这家咖啡厅，大家都非常准时到达，似乎对这次难得的旅行充满期待。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与阿姨们和阿嬷一起出国。既然大家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去进行安检，然后去办理登记手续。提醒一下，如果你们带的是小型行李，您就可以自己携带上邮轮，否则您的行李将与工作人员协助搬运。听工作人员说，今天的邮轮已经达到最大载客量，因此船上将有5000名乘客。此外，船上还有1000多名工作人员分布在不同的岗位。登记后，我们现在被引导到一个等候区，随后工作人员会分批指引我们前往办理新加坡海关手续，然后分可登船。加勒比邮轮的一个亮点在于，您将能够遇见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相比之下，云顶梦号主要吸引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游客，因此乘坐加勒比邮轮的体验仿佛是完全不同的。在登上邮轮前，我们需要将护照交给工作人员进行保管。对，那只是在外客，对，现在没有了。呀 ，Hello。哦，还要看那个 app。上船后的第一步就是前往紧急集合点报到。这是以便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我们知道去哪里集合。Now your cabins won't be ready just yet. What you can do is you can go grab some food. We've got 2 options: deck 14 the Windjammer and deck 4 the Gallagher. Okay. Have an amazing day. No worries. Enjoy. 完成登记后，我们便前往帆船自助餐厅用午餐。A very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on board of the Beach Reception Buses. Thank you for choosing Windjammer Marketplace as your lunch option. At this moment is the Windjammer lunch peak hour. We here kindly ask those guests who have already finished with their meal, please locate the table for those guests who just entered the venue or still looking for seats. We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大约在下午1点半左右。通过船上的广播得知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大家都前往各自的房间稍微休息。现在已经在房间了，我们终于过了每个关卡
check in，到现在我们吃了午餐，然后现在房间已经开了，所以我们现在进来搜索房间，休息一下。现在我们在等船开吧，所以我等一下再介绍我们房间到底是怎样的。所以现在我在等船4点半离开吧。房间如果来的时候，它的房卡就会在这边附近啊。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balcony room。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2个床，你可以是连起来的，我们是叫那个 room 的等等把它分开，2个床，2个枕头，1个被。然后这边是一个沙发被，所以如果有3个人的话，可以另外一个人可以睡在这边。等一下可以让你们看看那个人会怎么把这个变成沙发被。然后这边就有全部的不同的 desk 跟插头，所以这2个是 US plug， 所以你要拿 international plug 来 USB port， 这个是煮烧水的，就是这个，这些是灯，一个大镜子，然后橱里面有吹风的吹的，然后那就有冰箱。里面应该是没有东西的，一个灯，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balcony， 所以要出去的时候就要把它弯下来，拿出去。你可以看到2个可以坐在这边晒太阳椅子，可以这边晒太阳，有2个椅子可以晒太阳，还有一个小桌子，可以看大海。所以我这边是9楼。啊，太热了，我们进去吧。所以这个每次要锁住，如果你没有锁住，这边的 aircon 就会被关掉。好，我们就看看这边有橱，这一次橱蛮大，还有一个保险箱，我就把我衣服、我的其他东西放这边。这个书可以放其他你带来的东西，然后那边也有一个橱，其他的东西啊。对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电视机，所以它有不同的频道可以看。看一下，咦，OK， 在这边。所以还有这些不同频道的戏可以看，可是大数也是重复的啦。所以如果很慢的时候，你就要带自己的 iPad 或者是其他的戏来看啦。那你们看看我现在已经到哪里了。我已经到这边了，所以多几个钟头我们就回到新加坡了。那好快欸！好，那你们看看厕所，这边看是马桶。我们洗刷的这个是我带来的，你自己要带牙膏跟牙刷，里面很多毛巾，他每天都会跟你换的，所以那个人一天会进来2次，帮你整理房间，然后还有换一个新的这个浴巾给你，毛巾，还有肥皂，这边有温水、冷水，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冲凉，这边是有肥皂，这边也是可以身体可以用来洗身体，也可以用来洗头发。我觉得这个因为它有不同的这种香味，我觉得真的冲了就很舒服。然后这边就是你的水的大小，然
然后它的温度最高是到40，你不可以再转了，你转不下去了。然后这个我觉得它做的设计很聪明，是它会叫你一扣在这边，所以你每次会把水转在这边，不会浪费水。我觉得这是很聪明的设计。然后这个 shower head， shower head， 厕纸，刷马桶应该是不需要用到了。毛巾，那就是大致上房间就是这样。这就是把沙发被变成床的样子。现在是4点半了，船已经开始离港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邮轮时看到这么多外国人，真的是超多。接下来我们就去吃晚餐。这里虽然是有菜单的，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无限量点。吃饱后，我们就去看魔术表演。看完表演后，我们全部就到甲板上吹海风、聊聊天。第一天的邮轮之旅就这样过去了。明天早上一起来，我们就到巴生港了。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吧，看我到底会在巴生港做什么吧。下个视频见，拜拜。